们看惯了国足输球被吐槽，年年投入不见成效的窘迫，谁也没想到拯救中国足球口碑的不是体制内重金扶持的队伍，而是一群平均12岁的民间小孩。没有专项拨款，没有官方背书，没有资源倾斜，纯靠草根实干，硬生生在欧洲赛场打出了属于中国足球的荣光。可随之而来的局面，却让无数球迷看透了行业现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时间回到2026年6月2日，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落下帷幕。这场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的赛事，汇聚了全球48支顶尖梯队，其中大半都是英超、意甲、葡超的职业俱乐部青训队伍，欧洲本土强队扎堆，竞争强度拉满。董路带领的中国足球小将 U12 队伍是全场唯一的亚洲参赛队伍，却打出了碾压级表现，全程7战全胜，累计打入21球，仅丢2球。最关键的决赛环节，孩子们顶住高压，在点球大战击败英超埃弗顿梯队，成功捧起冠军奖杯。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，值得所有人喝彩，也理应得到官方的认可与嘉奖。可现实却格外讽刺，全程关注、主动撑腰、出钱出力的不是相关主管部门，而是民间企业家与普通网友。香港华达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小华第一时间主动发声，要全程兜底，为足球小将举办专属庆功宴，包揽选址、策划所有开销，只为给这群为国争光的孩子证明。很多人不了解这位75岁的大佬，他早已淡出商业一线。2023年全球富豪榜身价280亿，更是1992年内地第一辆法拉利348的车主。京 A00001的车牌堪称时代符号，早已功成名就的他，根本不需要靠蹭热度博关注。之所以主动站台，只认准2个字：实干。深耕青训9年，董路自掏腰包超5800万元，全程没有1分钱足协拨款，不靠豪门资本加持，靠直播收入，零散赞助，艰难维系。默默深耕民间青训，不炒作，不造势，只埋头练球育人。6月23日，董路携夫人登门拜访李小华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李小华的一番话戳中了无数国人的心声。中国足球在海外升国旗的就是你，你在国外获得这份荣誉，我们在国内心潮澎湃。他直言，这场庆功宴不只是为董路个人，更是为这群争气的孩子，为夹缝中生长的中国民间足球。6月27日晚8点30分，北京的这场庆功宴看点拉满，14名夺冠小球员全员到场，从罗马运回的冠军奖杯正式亮相。李小华亲自驾驶那台承载30多年时代记忆的红色法拉利，搭载董路入场。1992年的时代经典画面隔空呼应2026年的荣耀时刻，跨越30余年的情怀联动，让无数车迷、球迷动容。庆功宴上，民间各界大佬齐聚现场，举杯致敬少年，致敬实干，场面温暖又热血。可热闹的民间盛宴背后是极致的尴尬。整场庆功宴，民间企业家、网红达人、资深球迷悉数到场，唯独本该出现的官方身影全程缺席。体育局、足协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到场祝贺，甚至连一句公开祝福、一封正式贺电都没有，全程沉默，零发声，零表态。这份刻意的冷淡，比任何争议都更耐人寻味。小编觉得这一幕真的格外讽刺。这些年，国内足球行业投入的资金是天文数字，专项拨款、联赛收益、各类扶持资金源源不断流入，体制内青训体系层层搭建，改革方案轮番落地，可投入换来的不是进步，是国足排名持续下滑。以往稳赢的东南亚队伍，如今都能轻松取胜，行业成绩1年不如1年。更无奈的是，多年惨败从未有人追责，亏损常态化，摆烂常态化，整个行业陷入不犯错、不突破、不担责的躺平循环。所有人都默认中国足球底子弱，起不来，唯独足球小将打破了这个固有僵局。9年5800万民间自筹资金，零官方资源加持，却练出了能横扫欧洲豪门梯队的少年队伍，用实打实的成绩捅破了窗户纸。不是中国孩子没天赋，不是青训没希望，是现有体系存在漏洞，是固化模式困住了真实的实干者。
这也是官方全程沉默的核心原因。一旦认可足球小将的成绩，就等于承认多年高额投入、体系化运营不如民间自筹的实干模式有效。一旦推广这套民间青训经验，过往的行业短板、资源浪费、模式僵化的问题都会被摆上台面，所以他们选择不露面、不认可、不发声，用冷处理淡化这场胜利，假装这份突破从未发生。出头的船自先烂，民间实干的光芒刺痛了躺平的固有格局。这场庆功宴看似是民间大佬的喝彩，实则是整个民间力量的撑腰与发声。无数普通人都清楚，这群孩子赢的不只是一座奖杯，更是为中国足球撕开了一道希望的口子。我们不怕输球，不怕暂时落后，怕的是实干者无人撑腰，突破者被刻意冷落。明明有人闯出了新路，却被固有格局默默压制。只希望这份民间燃起的微光能被温柔守护，不被无声熄灭。日本又被绝杀了。是的，6月30日的世界杯淘汰赛上，日本终于迎来了他们最严厉的老师——巴西。时间回到巴西与日本的1/16决赛。赛前两队球迷的网上对线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，部分日本球迷极度嚣张，拿着去年麒麟杯3-2逆转巴西的友谊赛战绩大肆炫耀，疯狂发文嘲讽巴西。他们还剑走偏锋，不聊足球竞技，反倒拿诺贝尔奖说事，嘲讽巴西没有本土获奖者，盲目吹嘘自身优势，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，优越感爆棚。面对无端挑衅，巴西网友的回击堪称教科书级别，直接甩出2张王牌碾压。第一是硬实力荣誉，巴西手握5座世界杯冠军，日本队大赛荣誉挂零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第二是历史事实，直接放出广岛、长崎核爆图片回怼，还直言希望维尼修斯本场能打进2球，一球致敬广岛，一球致敬长崎。小编觉得这种隔空对线虽然带着点情绪，但完全是日本球迷主动挑事，越界碰瓷在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完美印证了网友调侃巴西真的完成绝杀取胜，用赛场成绩狠狠回击了所有赛前嘲讽。随着中场哨响，巴西全国球迷陷入狂欢，全网都在庆祝胜利。反观日本球迷，彻底从嚣张姿态跌落谷底，尴尬到极致。就在全网沉浸在胜负乐趣中时，一个离谱的网红旗号套路被网友扒出，直接笑翻全网。有日本网红混在庆祝的巴西球迷人群中，刻意跪地哀嚎，面露痛苦。拍摄视频打造死忠球迷心碎破防的人设，博取流量。可细心网友深挖细节后发现，这根本就是全套剧本摆拍。拍摄前他就提前架好机位，找人帮忙拍摄，全程刻意演戏。更滑稽的是，他先是身穿日本球衣假装悲痛，拍完悲情片段后，立刻换上巴西球衣，继续跪地表演，纯靠消费主队输球，卖惨博眼球，吃尽了自家球队的流量红利，表演痕迹过重，被网友吐槽戏精本精。本场比赛结束后，全网最出圈的梗也火速诞生。二战轴心国德意日3支队伍，本届世界杯堪称同步翻车。德国、日本双止步淘汰赛提前出局，意大利压根没能晋级世界杯正赛，相当于提前跳船跑路。网友调侃，这波就是妥妥的1945年复刻版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不止日本球迷翻车，隔壁韩国队的出局也贡献了不少笑点。赛前韩国全网氛围极度狂热，各类吹捧言论刷屏，网友夸张描述，韩国球迷见证球队首胜后疯狂庆祝，恰逢股市暴涨8%，年度涨幅高达300%，叠加各类产业利好、小长假福利，人人都陷入了盛世狂欢，仿佛迎来了黄金时代。各类吹捧论调满天飞，结果画面突变，韩国队淘汰出局后，全网瞬间从狂欢变 emo。股市直接熔断暴跌10%，所有美好幻想彻底破灭，韩国网友心态彻底崩盘，把所有负面情绪全都怪罪到国足身上，输球背下所有祸。更搞笑的是，韩国球迷从出局后就开始反复算分、盼奇迹，一直纠结多日，最后只剩无奈接受结局。连韩国总统都公开点名批评球队，堪称从天堂跌落地狱。
而输球后的日本也迎来了专属名场面。众所周知，日本球迷赛后捡垃圾是常年出圈的标签。本场比赛结束后，其他国家球迷欢乐观赛，唯独日本球迷赛后默默收拾现场垃圾。有网友调侃，别人输球 emo 失落，日本球迷输球第一件事就是捡垃圾。甚至还有网友现场提醒摆烂哀嚎的日本球迷，别忘了收拾垃圾。有一说一，好像全世界的球迷现在都知道日本人捡垃圾是一场表演秀了，实在是有点尴尬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